大家好，我是亚军。今天是我们一档全新系列栏目《花钱训练营》，这是一档选拔优秀服装设计造型师的节目。那每期呢，我们会有3位选手参赛，进行穿搭挑战，最终呢由评委评选出1位优胜者，直接晋级。同时，这位优胜者呢还会获得1000块钱的奖金。那最终呢，我们进入决赛的冠军呢，那奖金呢，目前呢，我们现在是计划几万块钱啊！我们现在还在招募赞助商，所以也欢迎各位金主爸爸们来赞助。我们要首先感谢我们这一期的金主爸爸淘宝啊。那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的衣服呢，都是选自于淘宝新势力周的品牌。那每年呢，在这个时候呢，淘宝上的一些红人啊、设计师啊、明星啊、一些潮流店主呢，都会将最好、最尖货的一些服装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呢上新发布。可以说淘宝新势力周呢，就是中国线上最大的时装周，也是全网最大规模的春装上新周。好的，我们有请3位选手登场。Hello， 大家好，我叫表妹，然后来自广东，97年的，然后是自由职业，偏喜好那个 oversize 的风格。Hello， 大家好，我叫大牙，我来自重庆，然后是02年的，我是在北服读服装设计，平时喜欢穿的风格就比较多变，就什么风格都在穿。大家好，我叫蛋蛋，然后来自内蒙，今年23岁，然后在北京服装学院读服装设计与工程，今年研2。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朋克的东西。OK， 我们现在呢，请3位选手呢开始选衣服。好的，我们今天的评委呢，第1位呢是我们的进取老师时尚界大佬。Hello， 大家好，我是金老师。金老师非常忙，没办法把他请到现场来，所以呢，这一回呢，我们主要是视频连线。那另一位评委呢，是我们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小贺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贺老师。小贺老师之前我们合作过视频所以我们的粉丝已经很熟悉了。好的，我们有请所有选手们第1组造型穿搭，请第1位选手上台。老师们好，我是运用了叠穿的手法，然后叠穿了3件，然后这是一条西装裤，然后我给它塞进里面，然后想营造出一种就有点像灯笼裤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搭的一个小心机，然后我把它弄到了眼睛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套的，无论是从色彩上，还是它的这个选的层次感上，都挺好的，又有一点中性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点异域风情的效果。整体看上去我也觉得非常好。虽然它的西服是有点 oversize， 再加上有一个长出来的衬衫，但是组合起来还是很协调。好的，有请下一位选手。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这一套服装的灵感，就是比较喜欢看公路片，很喜欢就是那些电影里面那种西部女劫匪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里面先是穿了一个黄色的一个吊带，然后有一个薄的，就是我感觉色系跟我这个比较搭的一个皮衬衫吧，好像是，中间穿了一个奶牛纹的一个皮衣，然后外面套了一个这种 vintage 的这种夹克，然后我戴了这个就是很有那个代表性的这个西部这种帽子，然后为了跟我这个奶牛纹呼应，我就戴了一个白色的墨镜。它这里有一条牛仔裤是
分3段可以拆卸的。然后我把最下面那一段拆下来，然后套在了我的鞋子上。我有一个就是黑色的牛仔靴，里面是一个皮裙，然后外面套了一个，就是当时看起来感觉没有人能穿得进去的一个小牛仔裙。然后我就把它套在了这上面，然后感觉跟我这一身也挺搭的，就这样搭了。整体我看下来能感觉到，就是你想表达的那种西部有点那种感觉的。然后眼镜我觉得就以及和本身西部元素来说不是特别大。这种西部牛仔靴呀，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长度的牛仔靴，其实再加上一个这种袜筒的这种设置的话，当然我的审美比较这个传统了，我觉得会让这个腿部的比例啊稍微有点问题，或者简单直白来说就是显得小腿短了、粗了。整体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这一个 look 里，你所要表达那个西部世界的感觉，确实也能看出来，但是可能你外面的这件外套有遮住你里面一些很精彩的内容，所以如果是后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外套穿一半，或者是脱下来一点点，就把你里面的更展露出来会更好，因为里面还挺丰富的。好的，谢谢老师。那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我就是把这100多件、200件里面我最喜欢的衣服穿在了一起，这2件是叠穿在一起的，然后下面也是一条喇叭裤加一个牛仔裙，然后我把牛仔裙往上面翻了一下，露出了它的2个带子，然后这个腰带是我自己带的比较闪的一个腰带，我觉得很酷。我这个双鞋子也非常配喇叭裤，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整个颜色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点暗淡，如果你在一些手上的配饰啊，或者是在帽子上能把整个色彩调动起来会更好，但是现在的层次感什么的都有了，只是色彩上可能稍微的偏中性一点。整体看下来，我觉得也是看上去没什么毛病，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亮点来说又有点不足的。我觉得就是作为日常的出街或者去蹦个迪或者去干什么来说是足够的，但是作为如果来参加比赛的话，这一套稍微显得会有点平庸。好的，谢谢老师。好的，我们第一组穿搭呢，有请评委最终评判一下谁的穿搭最好。我觉得就是最右边的这个表妹穿的这个是整体看下来我觉得最好看的、最舒服的。非常谢谢老师。我也把最佳给表妹了，我给她打的分这一组里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她把细节和整个外在的造型都把控的蛮到位的，综合感比较强。谢谢老师，开心。谢谢老师。好的，广告时间。淘宝新势力周呢，最近呢是有10万件春装上新，已经开卖了，然后满200减20元，所以呢，大家呢关注一下。偷偷告诉大家，我们线头计划的店铺也参加了新势力周。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入第2轮造型命题作文女团装。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登场，来展示她第2组造型。我抽到的是游乐园，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是女团的话，去游乐园应该穿的可能会比较甜美然后会比较私服一点嘛。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挎包，然后它也是可以当一个帽子用的。然后这个呢是在游乐园买的道具，显得会比较有趣一点。然后大概的色调是以白色，然后还有黄色为主。
然后这个是一个配饰，我自己带来的。然后这个是可以当腰链，可以当头饰，也可以当发饰。我觉得这个姑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她会把这个事件描述的比较清晰，就是她会选择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群，发生在一个怎么样的场景里，所以她加上这个故事的引入之后呢，我们就会带着一种故事的视角来看它的搭配，但是。只看上半部分的话，色彩还是挺有层次感的，但是可能在下半部分的时候，色彩的层次感稍弱一点。可能在比如说一些小小的细节上，无论是袜子啊、鞋带啊，包括你也可以加上一些脚部的配饰啊，来把你整个的层次感给添加到衣服的下半部分，然后下面不会那么的轻飘飘。对，整体看下来啊，我觉得整个一身颜色色系，反正搭的都还挺舒服的。我先从上衣开始说啊，外面一个马甲，对吧？然后里面是一个领子，我一开始看还以为是和马甲连在一起的，但其实是它里面的一个短的外套。包的材质也跟整个上衣什么的算是有一个呼应了，就下半身对，稍微有一点单薄，整体看下来还是很舒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表妹的照片。大运河森林公园，我觉得好像挺荒凉的感觉。想在这个地方拍照，单色调的景还跟我的衣服还挺配的。我看到了什么？这是最难的道具。在一个售票厅那里，然后刚好关了门，然后我就想在那里拍一张有戴个帽子的，就看起来就是除了甜之外，我还想再酷一点。我觉得这张蹲着的还挺甜酷范儿的，在旋转木马呀旁边拍的这照片，看上去在玩一个吹泡泡的那个机器啊，挺可爱的，和这个背景颜色啊什么选的都非常和谐。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就是说女团这个主题，然后我抽到的那个地点是花市嘛，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关于花市和女团，就是女团在舞台上的样子，对于我来说就像那个花在花市的样子一样，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看，然后大家就是在花市里面都可以逛很久，然后我就是想要把自己打扮的也是色彩鲜明一点的，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粉色上衣和一个绿色的裙子，然后廓形呢也是选择比较像花一样，就比较可爱这样。我是用一个吊带做了一个包，其实它是挂在胸上的一个珍珠链子，然后把它系在这上。然后我就是想要扮演一个那种角色，就是我提着这个我的袋子，然后去采摘花市里的香味，然后让自己就是也变得就是非常的绚丽，然后也让大家非常开心。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你的发型啊，然后本身的妆容和这个相貌跟这套衣服都看起来还是比较搭的。衣服呢，感觉就是也细节非常多呀，又是带这个流苏啊，然后又加上一个有这种特别的荷叶边的这种抹胸啊，还有一个这种相呼应的一个裙子。然后稍微我觉得美中不足呢，就是这个鞋可能在这套里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大，有点像我以前接触的那种日本的很多的千禧年代啊，什么现在流行的那种 Y2K 啊这些的风潮。就是这一套风格确实就是想要的那种日本的那种感觉的，我觉得他们那种状态特别符合女团的那种状态，就是特别青春活力，然后有自己的个性，然后
就不畏惧大众的眼光吧。我觉得这个姑娘这种涩谷风表达的还挺细致的，包括这个手包是她自己改造的，是吗？它是一个挂脖的，然后把它系起来了，就下面给它系住了。我觉得有这种意识还是挺好的，所以其实改造这个手包是给她加分的。包括我看她把裹胸和裙子整个颜色搭配的也挺好看的。如果有一点点小不足的话，可能就是这件衣服会显得人比较胖。如果你有这种改造的想法的话，其实你是也可以把服装，比如说往里别一下，或者怎么样，把你的腰身稍微的露那么一点点出来啊。好，我们来看你的照片。青小队歌员。谁录像呢？我给我录像的。我给你啊。对，我们拍节目。这别给我录呢。啊？别给我录像。啊，给你录嘛，来。不。Hello。这里面灯光不太好呀。行。对，在里面就是拍照呀。对。啊，谢谢啊，谢谢。这里可以。那上去。哦，它怎么固定呀？有一个大爷抱着一个小朋友，然后包括他在那里跟他合照，有一种次元的冲击感。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角度拍的也挺有意思的，有一点朋克那味儿了。整体的色彩呀，包括他选用的这个胶片的感觉，还蛮适合他这个服装的造型的。这张照片对衣服的那个表现力啊，其实还很好。你看到整个衣服呈现出来的色彩、光泽，然后每个细节，包括那个珍珠什么的，就还挺像一个正经的打过光的那种时装片的摄影作品的。而且你看他手里还拿了一个，这是什么鱼缸吗？还是什么？出来还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谢谢老师。好了，我们有请第3位选手。今天这个主题是女团嘛，然后我比较喜欢的风格就是千禧年，然后我想跟女团结合到一起，然后再加上我选的那个拍片的环境是荒山，然后适合拍一些比较概念的片子，然后我就选了一些比较淡的一些颜色。这是一个小马甲，里面是一个皮夹克，在里面是一个针织内搭，然后裤子是选了一个粉色的喇叭裤，然后又套了一条淡蓝色的牛仔裤，跟这个上面的这个淡蓝色的夹克配。帽子是蝴蝶公主。整体的感觉我想是要有一点赛博未来感的这种感觉。你这裤子是你自己就穿了2条，还其实它本身就是一条这样设计？是我自己穿的2条。好，我觉得整体看上去啊，从脖子往下的位置都很好。不知道，就看你的发型加上眼镜和这个帽子的组合，我总觉得和下半身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搭调。比如说眼镜可能换成一个那种更亚一点的那种，或者更狂一点的那种，或者换成太阳镜，可能也整体造型感会好很多。就是因为我这个是近视眼镜，其实我也想戴什么墨镜来着，然后发现不太搭。没关系，下次戴一个隐形眼镜再戴墨镜。我可以让丹丹同学转一下吗？我想看一下后边。你说你要表达的是一个千禧风，我觉得还造型挺合适的，但可能你要表达的是赛博朋克的话，缺少一点赛博朋克的那个未来感。包括你在挑面料的时候，包括牛仔啊，还有这个像风衣一样面料的夹克，它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来表达赛博朋克，所以可能你的造型换一个故事去说也会好一点。不过整体的色彩看上去倒是挺顺的。好，我们来看你的照片。我到了我选的位置，荒山就是在我后面这里，大家看到了吗？严禁攀爬，所以我要去这边上去。
我觉得这个颜色配上他选的这个背景，配上他的服装还是挺加分的，而且它包括他调了一下这个滤镜，整个色彩看上去非常的协调，包括后背的这个背景上这个破破烂烂的荒地和他的服装搭在一起，还挺有味道的。如果是就这个场地而言的话，它的风格和场地还是比较统一的。觉得这个取景，然后整个摆的这个姿势啊，还有他这个把这个马甲给脱下来了啊，就是展示了一下这个马甲的背面，再加上那个抽绳啊，整体反正质感比这么直直的站在那儿显得是要好很多。对，有请评委啊，最终评判一下谁的穿搭最好。造型最佳，我选就是最左边的那个女孩。我过去看日本的街拍杂志啊 ，Street 跟 Fruit 那两个很像，那种街拍圣经当年的，在元素啊、什么竹下通啊、涩谷啊这些女孩。对，左边那个姑娘是最具有这种造型感的。最好的照片我也觉得是这个就是拿一个鱼缸的这张照片是最好的。整体这几张看下来，这么多造型的照片里，能有一张可以作为杂志或者经过那种修图作为杂志封面什么这些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张照片是最适合的。最佳穿搭，我给表妹的分最高，因为我觉得她是在那个内外层次上还挺有心思的，所以把最佳穿搭给她。照片的话，我觉得还是刘书宇拍的还是蛮感人的，这个感动的感啊，就是蛮能打动人的。好的，我们2轮的这个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然后评委呢已经做好了他们的分数啊。那我们请这个坏人呢，还是不要我来当了，我们由靳老师来当这个坏人，公布这个冠军，好吧？那我们就直接宣布冠军了。那由靳老师来宣布，加一起总分是王淑丹30，刘书玉32，表妹33，恭喜表妹冠军。表妹冠军。那我们呢，恭喜啊，表妹获得了我们本期的穿搭王。来，镜头给我，给我一个位置好吗？近期这样的，要这样拿。我们恭喜表妹获得第1期的穿搭王。我们每一期呢会选一个冠军出来，然后最终呢再把这所有的冠军呢再进行 PK。所以呢，这个穿搭王只是暂时的，最终希望能够拿到终极穿搭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奖金又是好几万。首先感谢亚军哥哥给我这个机会，第一次尝试做这个节目，然后还有谢谢2位老师的点评。我们除了这个锦旗，还有1000块钱奖金，准备打算怎么花？虽然钱很少，交房租。是这么现实的吗？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3位选手啊，特别要感谢靳老师、小贺老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呀，就是真的没有评委愿意来帮我们点评，所以非常感谢靳老师、小贺老师帮我们做评委点评。本期的所有的选手的衣服呢，都是我们淘宝新势力周赞助的衣服，所以呢非常感谢淘宝的金主爸爸希望以后多赞助我们多送我们衣服，好吗？希望所有的观众们希望对我们这期的新的节目呢，跟我们一键3连。再见，拜拜。